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四川宜宾。宜宾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，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。现在我来的这个地方啊，一股浓浓的酒味，这里就是五粮液酒厂附近。不过呢，今天不是来看这个酒厂，是去岷江旁边看一个奇观。岷江属于长江的上游，它在哪里结束呢？也是在四川宜宾结束。现在去岷江旁边走一走，这个下面就是岷江，看起来水流还挺急的，江面也非常宽广，不过就是水有点浑浊。我们看到岷江的水是往这边流淌的，可能再流淌个2公里左右，岷江就结束了，跟金沙江汇合成为长江。在岷江旁边，听说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佛头。说到这个佛像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敦煌莫高窟，还有乐山那个大佛。听说这里这个佛头，它的历史比那个乐山大佛还早。现在就下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听说很多当地宜宾人都不知道，因为隐藏在一个大山脚下面。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，有点雾气蒙蒙的，远处看不太清楚。再看一下这个岷江，这水流刚才也说了非常急。主要我是发现一点比较奇怪的，就是在岷江上面还有一条马路，你看这边窄一点，那边宽一点，而且高度也高一点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去年还有前年呢，去武汉游玩的时候，也是看到长江上面有马路。那这里是不是跟长江一样的性质呢？有知道原理的说一下。因为今年整体来讲都是高温嘛，特别是四川、重庆一直高温，所以水流呢就会低一点。前段时间还说嘉陵江已经干涸了，那这个岷江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。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，在历史上，岷江曾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。明代徐霞客通过实地查看，才得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。金沙江是发源于那个西藏的唐古拉山，我们之前也去了，看到了金沙江，那个金沙江峡谷是非常壮观的。岷江呢是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水资源，历史上岷江以都江堰为代表的灌溉工程，造就了四川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。都江堰是李冰父子制造的，就是在秦朝那个时候已经搞好了。所以说秦朝能够统一天下，正是因为有了巴蜀，就四川天府之国这一带的粮仓作为支撑。你像长平之战，两国的国力打到最后都快崩溃了。那最终呢，秦国第一是依靠军事实力，第二是依靠后勤。它的后勤就是有巴蜀天府之国的粮食支撑着，因为打仗就是打后勤嘛。所以说岷江对四川的作用太大了。以后呢，我们可能也会去都江堰那里看一看。在这个岷江旁边还发现一位老爷子在农忙啊，就他可能在这里种了一些菜，这旁边相当于就是菜园子。一般在农村啊、山区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，要不种粮食，要不种那些菜园子，都不会浪费的。刚才问这位大叔，江上面那个石梯是干嘛用的？他说2个功能，一个是把那个江水分流或者汇合，还有一种呢是通航用的。大家说是不是这种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我们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看2个，一个是岷江，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佛头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佛头规模是不是很大？目测的话，高度大概将近6米，宽度呢将近4米，这个非常巨大呀，是一个弥勒佛的模样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只有头部和脖子，那身子去哪里了？其实以前是有的，只不过经过历史的变迁，身子掩埋在土里面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岷江旁边，在古代那个水啊冲刷各种等等。那这个历史有多长时间呢？按照一些资料说法考证，大概是有1300年左右，就是唐朝时期，比那个乐山大佛还早，大概是早了100年左右。再仔细看一下这个佛头，你看脖子都差不多有1米了，嘴巴这个嘴唇很厚，鼻子、眼睛是目视前方，比较安详。它在这里的作用，一般的话
都可以理解为治理水患。从古至今，如果说在大河流旁边都有佛像啊，或者其他的等等，作用就是这个。因为当时它是整个沿着岷江旁边这个大山雕刻的，其实跟那个乐山大佛很相像，还有呢跟八面山力佛很相像。那这个弥勒佛，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跟某一个人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这些佛像、摩崖石刻是跟一些人物有关的。你比方说，我们去陕西看到一个佛像，听说是按照李世民的模样打造的；四川广元那个千佛崖有个佛像是按照武则天打造的，它也是弥勒佛的形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因为在南北朝已经唐代的时候，这个佛门非常发达。当时李世民也好，还有唐高宗李治都是比较信奉，特别是李治啊，他对那个唐僧非常器重。唐僧去世的时候，李治是嚎啕大哭，还不上朝。后面唐僧安葬在白鹿原的时候，李治还经常登高望远，最后是逼得大臣没办法，才把那个唐僧的墓迁到了那个长安南郊去了。那武则天也是一样的，武则天还把自己比作是弥勒佛的转世，因为他是要当皇帝嘛，要把李唐的江山改成他武家的，所以他就要找一个由头。故而呢，在四川广元那些弥勒佛都跟武则天有关，特别是乾陵啊，也有很多佛教色彩。那这个也被称为是弥勒佛，并且呢，也是大概1300年左右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武则天有关呢？那大家说一说，这个佛头是不是武则天的化身呢？因为这样看，确实还有点像啊，真的跟那个四川广元千佛崖那个佛像有点类似。因为1300年大体就是武则天那个时期嘛，她老家又在四川广元，大家猜想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觉得还真的有一点呢，说不准。我们一般称这种是叫做佛头，在这里呢是叫做大佛陀，是有这种含义的。我们从上往下看，那这个地方现在是修了一个平台，以前是没有的。那刚好这里呢又是属于一个湾口，那以前岷江水大的时候冲刷这里呢，就会有一个漩涡，大家应该看过很多类似的这种江边的场景呢。那漩涡又是在佛头这里，故而呢当时就被称为大佛陀，是这么由来的。所以在这里称为大佛头、大佛头都可以。这个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，还不是国家的，相对价值来讲的话，可能没有乐山大佛那么大。在这个上面呢，还有很多摩崖石刻，各种各样的。你像这边是一些观音的，最上面的呢就是释迦牟尼。刚才我们在江边看到这里还有个塔，现在走过去查了一下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塔呀，就在这里。这个塔被称为救州塔，看起来跟那种唐代的塔很相像，就是大雁塔和小雁塔。那其实它是属于宋代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宋代很多东西跟唐代也算是一脉相承的，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。900多年，旁边那个佛陀是1300多年，短短的200-300米的距离，就有2座将近这上千年的历史文物啊。所以大家觉得宜宾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震撼？